我一直给家里给你打电话，但是怎么都打不通。现在不用打了，我这不接你来了。吓坏了。 我从小最惜命了，就怕死。但是死到临头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害怕。就那么一瞬间，好多人就没了。 我能活下来，已经够幸运了。没事了，没事了，啊。折腾大半宿你也累了吧？ 你就凑合跟着睡吧，我去找老板娘，给你拿个地铺。乔乔，你别走，我有话要跟你说。背了这么多年。 差点就没机会告诉你了。你知道我这一路有多后悔吗？回头我现在1分钟都等不了。你说，我听着。地震的时候，北京也晃了晃。我听他们说。 是4川7几个，当时我整个人都懵了。我就想，不管你在天涯海角，我一定要找到你。你知道我给你打了多少个电话吗？打到我连手机键盘都看不清了。你离开北京的时候，跟我说。 等你回来，让我给你个准信儿。其实你根本就不用当。因为我喜欢你。真的。 真的，有我喜欢你那么喜欢吗？在你还不知道你喜欢我的时候，我就已经喜欢你了。乔乔，我们是发小，我的一辈子就像是你的一辈子。来啦！和你在一起的所有高兴，我都以为是理所应当，但其实不是。生日快乐！离开北京要跟你分开的时候，好了，我突然懂了，耶，茄子！我为什么看不惯你身边别的男生，为什么见到你就忍不住笑，为什么眼睛总是向着有你的方向。因为那就是喜欢，我喜欢你。可是我总是错过你。小川哥，明明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比任何人都长。你等着我吧，我马上回来。
明明我们比谁都互相了解，可是这其中有小船，有杨成，有保家，还有王莹，那么多七七八八的人加进来，偏偏就是我们两个凑不到一块儿。好像你身边的人，天生就不该是我。他亲你还不就占你便宜吗？他是你男朋友吗？你怎么知道他不是我男朋友？可根本不是那样。我比你所有喜欢过的男孩都更喜欢你。秦川，我回北京开煎饼摊儿，陪你上听不懂的古文课。非典的时候跑到你们学校去，都只是为了找一个能陪着你的理由。只不过你男朋友的位置，总是有人。报警了啊！好朋友的位置，乔乔，总是空缺。所以我就自觉地退后了一步，习惯隔着伸手够不到的距离保护你，在相爱的界限之外看着你。后来你终于一个人了，我欣喜若狂，又小心翼翼，找各种机会想跟你表白。乔乔，我们过生日那天，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得清清楚楚。30岁我要是没嫁人，你就得娶我。不会反悔。我现在要是30岁就好了。你知道吗？当时我觉得我是这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要是没有后来我们家的事儿，我都想抱着你转圈儿。我喜欢你，不管以后怎么着，我都一直陪着你。不管你们家什么样，我都喜欢你。如果你以后上哪儿去，需要我，我可以陪你一块儿去。但是我不能，我越是爱你，就越不能把你拖到烂泥里。你问我喜不喜欢你，我心里嚎叫，我太喜欢了，但是我一个字儿都没对你说。我不能，憋屈的我都想把自己打一顿。直到今天，地震的时候我心都凉了。我突然发现，人真的和我可能会错过一辈子，所以我们不能那样。我想，即使活着的时候没能在一起，死我也要告诉你。谢乔，我爱你。哎，乔乔，乔乔，不要说话！拿着利剑来别可让我先入屋，寻找安全位置，不必掏空地，小心落实。金川，我也爱你。哎，乔乔，乔乔，有信号了，乔乔，乔乔，你出来，你出来，你看，你看有信号了。哎，
快给我们家打电话。啊。哎，你说。喂，奶奶是我。是乔乔啊，是乔乔！哎呦，我的老天爷！可有信儿了！哎呀，你可有信儿了你！哎呀，乔乔，你怎么样啊你？你没受伤吧？我没事，你们放心啊，这就是信号不太好。他没事儿。哎呦呦！哎，闺女，哎闺女，不是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抓紧回来呀！啊，你说免提。川仔说去接你去了，你们俩联系上没有啊？啊，让他也注意安全呀。对，你们放心啊，他就在我边上呢。那个，我们俩现在都特别的安全。就是爸，我得跟您说一声，我们俩商量想过几天再回去。啊？哎呦哎，行啊，闺女啊，你妈都一天一宿没睡了，连饭都没吃，你奶奶都已经去休会好几回了。对，你别让大人操心了，行不行啊？啊，赶快回来吧，小姑奶奶啊！嗨，主要是现在这块路也不好走，加上灾区它缺人手。哎呀，你们放心吧，我跟秦川我们俩互相照应，没事的。不是，部队已经到了吗？是啊，我们这儿就有武警，这战士年龄比我还小呢。奶奶，您要是在这儿的话，一定也想留下来。能出点力出点力。奶奶，我川子。您放心，我一直看着他呢。啊，您放心，我肯定不会让他乱跑的，一定全心全影的给您带回去啊。哎，不是您可得注意安全。得，哎，喂，没信号了。哎，你干嘛去？找信号。不是你下来，我刚跟你奶奶说完，全心全影给你带回去，你这摔着怎么办？没有。那快下来，快下来，别摔着你！你怎么给我扛下来了？那不扛你怎么办？摔着怎么办？啊？要给我走。
你拉过去吧。好。毕竟，令我们前行的，终究是美好的力量。I've been following recent news in your country. 为了这次会面，他特意关注了中国的新闻，知道了汶川地震的事儿。Frankly speaking, I was shocked 我看了很多 to see 电 the 视 real 画面， condition 非常 of 出 the 乎我 damaged 的意 area. 料。 And as you know, our brand has its own history. 你知道吗？我们的品牌有悠久的历史。It's much more suitable for people like us, sitting here and enjoying the 应该就 superior 像我们现在 status 这 of 样， life. 坐在这儿享受生活。 I'm sorry to say it, 但是我必须跟你说声抱歉。 but I don't think there will be much brand growth for such a country 我认为 still 你 in 们的国家 distress. 目前处于苦难之中，我们的品牌并没有生长的空间。我觉得您可能对中国的家居市场还不是非常的了解，所以今天我来也带了一些相关的数据，希望能够跟您简单介绍一下。I think you don't actually know about home furnishing market of China introduction. 千玺小姐，你的意思就是你的好朋友拿下了意大利的高奢品牌的代理，想在我们别墅开发区免费做样板房，然后允许他们售卖产品？对啊，高总，我刚刚说了一大堆啊，被你一句话解释得清清楚楚的。不过我要替高总说一句话啊，现在一般的地产项目，样板间都有自己固定的合作伙伴，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随随便便想插队就插队的。所以才请您帮我跟高总讨教嘛。这事儿啊，其实也不难，只不过国外品牌的事儿啊，得要准谱些。我不能诓业主。虽说是意大利来的，其实就是广东那边运到公海上停了一下，这再回来啊，就成了舶来品。这种事儿不是没有过。当然不是了，波克兄弟在意大利是很有名的高奢家具品牌，马赛克装饰就是他们首创的。您可以查一查，他们从来没有进入过中国市场。如果这第一站在长江地产，那和您的高端设计是相得益彰的。没想到千玺小姐对家居也这么在行。是我特别好的朋友，所以多做了些功课。如果真能引进这些品牌，我倒是想做个顺水人情。只不过我得要强调一下，这货啊，一定得是真的。当然保真了。真不真的，到时候高总心里有数。高总既然开金口了，那就是答应帮你了。你不赶紧敬高总一杯？高总，谢谢您。哎呀，其实这做生意啊，只要双方都受益，也不存在谁帮谁。不过，我倒真有个小事儿，想请千玺小姐帮个忙。您别客气，尽管说。我是想以长江地产的名义搞一场慰问演出，也让我们大家都来献献爱心。这是好事儿。但是我也知道千玺小姐最近赈灾演出特别忙，咱们这饭局不是也错后了吗？不知道千玺小姐能否来我们这一趟？当然没问题。这陈总不是还没同意吗？你俩都有情有义的，感情我是奸商呗。长江地产既然有这样的善举，我们肯定会全力支持。千玺的时间随时可以调整，而且是义演。那太好了，我先感谢二位，来，我敬大家。谢谢。我们对未来播客入驻中国市场充满了信心和期待。另一方面，我父亲也是做家居生意的，所以他非常的了解中国的消费者。我们有十足的。Mr. Polk, I think you're right. China is still a country in distress. 还没说完。你先别说，先听我说。
As you know, the earthquake has brought tremendous grief and damage to our country. However, when disaster strikes, the will of a nation can be seen precisely. There is an idiom in China called 众志成城, which means that unity of will is an impregnable stronghold. Our army arrived at the disaster area as fast as they can. Our premier arrived and consoled the victims. Our people rescued each other from the ruins. My best friend, also her brother, Qin Chuan, is helping the victims on site. 秦川跟秦川有什么关系？ I don't think even England could react like that when the disaster comes. This is the Chinese strength. The economy of China boomed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Because of the Chinese strength. It is true that being a developing country, we have not reached the level of developed ones yet. But you should never underestimate our future. China has a huge population with potential market and opportunities. Mr. Parker, why don't you consider bringing your remarkable brand and quality lifestyle into our Asian, energetic, and admirable country? You've almost convinced me. For the next 30 minutes, show me more details about your business plan. 波哥同意了，他给我们30分钟，可以聊聊代理的事儿。太好了，没忘词儿吧？当然。我们准备去谈下一家地毯公司的高端别墅项目。长江地产拿下，打造播客品牌的样板间，这样我们的销路就不成问题了，可以直接面对消费者进行销售。We're gonna build a model room. 来。小船，这次真的多亏了你，要不是你的那一段灵机一动、慷慨陈词，我就算之前准备的再充分，我都拿不下播客。播客肯定是被你那一段话给镇住了。我心里真是这么想的。在外边待的时间越长，就越觉得国内的发展机遇好，就越想回去。谁不想自己国家好啊？在这儿终归是外乡人。国内有千玺等你啊，你肯定想回去了。不过这次这事儿能成，真的多亏了你跟千玺。咱们从小一块儿长大，说这话多见外。回去，加油。这才刚是一开始，到底能不能挺过去，就看这一锤子买卖了。咱们小时候在灯花的时候啊，我就顾着念书，你就顾着欺负秦川。我觉得天大的事儿都有大人们扛着。真没想到有一天轮到咱们冲锋陷阵的时候。是啊，这可能就是成长吧。这回跟我出来一趟，什么也没能带回去，还吃了这么多苦，真是抱歉。谁说的呀，宋老师？来的时候我只有一个疑似男朋友，这不回去了能带一个正牌的，我可不亏。确实是，要不是跟您出这一趟差，我们俩指不定还得磨叽多久。这事儿真得谢谢您。说实话，以前我对小谢是没什么感觉，觉得你们这帮孩子指不上，但经历了这一次，真是让我刮目相看。救灾的官兵全是80后，个个能吃苦，为我们挽救了多少生命。这以前呢，我是年轻无用论者，但现在我相信，你们已经是这个社会的重要支柱了。这也是我这回出来收获的最好素材。宋老师，那您保重，咱北京见。好，你们也保重。小谢，这台阶跳得漂亮，小青接的也漂亮，好好珍惜吧。您放心。尊敬的旅客朋友们，您乘坐的川航3U8669次航班即将抵达首都国际机场，飞机正在下降，请您回到原座位坐好，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将
虽然悲伤经久不散，但人们在废墟中慢慢、坚决地昂起头颅，并转动。我们也一样。这么多年过去，我终于拉住了秦川的手，绝对绝对不会再轻易放开了。幸福不仅是手边的温暖，还是肩头的责任。如果说汶川地震让我们成长起来了，那么拥有谢桥，就是我的成年礼。川子，给你件我衣服，这膘还没剪呢啊，送你了。多吃点，多吃点啊！尤其川子，多吃点啊！你们看看这川子，你说瘦的，这腮帮子都塌下去了。还真是。那再去，我跟你说，肯定一顿饭都没好好吃。这头2天是差点意思，但后来啊，全国各地的物资都到位了以后，部队官兵啊就全都紧着我们，这祖国没饿着我们。嘿，看见没有？关键时刻还得看人民解放军。哎，我见天的啊，守那新闻跟前儿，真是太感人了。就那个救出来以后，跟大家敬礼那小男孩，怀抱婴儿那母亲，还有用自己身体保护学生那老师。嘿，是啊，爸，我是发现了这人性啊，是真的有光辉的。就说我们招待所里老板娘，之前跟他要热水都不爱理人，那他救人的时候冲在最前面。他把他招待所里边所有的东西都搬出来给灾民用，当时啊，大家心里想的都是，能救一个是一个，能帮别人的呀一定帮。知道你们俩留在灾区当志愿者，我们行长特意跑到家里慰问来着，紧着夸你们。川子，阿姨得谢谢你，你说你们家里这么忙这么难，还惦记着我们家乔乔。阿姨，您别跟我客气，我们俩从小到大这什么关系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再说了，我这还年轻，所以我跑一趟没事的。没那么些应该的，虽然是发小吧，就在那个情况下，有几个人敢往灾区跑啊？是吧？真是。我给你瞧瞧啊，就这种恩情啊，你可得记一辈子，是不是？是。我发现吧，经过这次大事儿啊，这俩孩子一下长大了。对。好像升华了。大大，什么叫升华呀？升华呀，跟以前相比啊，就是这个脱胎换骨的变化。还真的，我也觉得变了。他们俩看对方的眼神都不一样了。孩子，我哎，慢点，回来。呛着了吧？喝点水啊。你怎么直冒汗呀？不是，你爸这衣服太厚，热。是见我们家里人紧张吧？你别闹了，行不行？人家在饭桌上，刚才小姨都说了，说咱俩眼神都不对了，回头再让你妈给发现了。你现在还怕我妈呢？那可不是嘛，童年阴影，那我也没辙呀。我一见着她我就犯怵，我恨不得马上手背后坐好。再说了，我现在又把你给拐带跑了。我的心里就更虚了，你知道吗？虚就不说了，打算一直这么跟我地下活动啊？那我怎么也得拿得出手以后，再过你妈这关才行嘛。不先过我这关呀？还怎么过呀？川子，怎么了这是？这怎么着救灾把腰给闪了？啊，是有点，我有点疼。不是，那你刚才怎么不说呀？走，跟我上去，我给你贴膏药去。不用说，我回去了，我家里有膏药。
要不然一会儿赶不上车了。你想着回家贴，听见没有？哎，得嘞，哎，别不当回事儿，回头让人落了毛病以后，阴天下雨疼。您放心吧，叔啊。哎，脏衣服拿着，你四川的衣服落这儿了。哦，谢谢叔，谢谢叔。行吗？行，能行。行，赶快回去吧。哎，行。到家来电话啊！哎，先吃啊，走。不是他伤这么厉害，刚才不是在家挺好的吗？这孩子也不原身。哎，你说说什么呢？哎，拜，叔。So this is the lowest deal in this area. Okay, there's only one last thing I need to make sure. Okay. 王莹，你怎么在这儿？我刚要出去。好久不见啊！我来这儿看房子的。看这儿的房子？之前的我也住不起了呀。Excuse me, you guys know each other? Yeah, we're old friends. You know what? I'll take it. Oh, great. Excellent choice. Thanks. 真吃牛排，你做呀？怎么着？不然你还不来了？要做就快点儿，午饭都没吃，饿透了。上。我发现你来英国之后，煎牛排的本事越来越好了。也算是我妈没给我白交这个学费，大不了回国开西餐厅了。他没有听见你说这话，真得气死了。哎，你打算什么时候搬啊？就这2天吧，东西都收拾好了。那我送你吧。不用，我买了辆2手车，那公寓太远了，而且我怕你去了它吓着。搁你的标准，那地儿根本就没法下脚。我都没办法下脚，你就能下脚了？当然了，我都要搬过去了，我还嫌弃什么呀？咱们俩现在不是一个处境的。王莹，你老这么说话就没意思了。这是事实呀，我都接受了，你有什么接受不了的？可你在我心里还是那个王莹。这是给你办的那张卡，你留着用吧。你还说我们跟以前一样。以前我可能会用你的副卡吗？你还是留着给你的女朋友们吧。我没女朋友啊，你就拿着用行不行啊？你就平时不用，留着救急用，你省得我担心你3天2头还得跑来看你。豪门少爷安慰落难儿时好友，打算勇闯贫民区体验生活。这么狗血的偶像剧情节，你不是最讨厌了吗？你们还真演起来了，烦不烦？你要不要？不要我扔了。好吧，就当带个护身符。这还差不多了，快吃吧，那儿还有管够。哎呀，这车你买的？是啊，住这么偏远，你是怎么能坚持住不买车的呢？我最近也想买呢，要不真有点扛不住。那正好了，一块开吧。啊？那车钱我付你1半吧。车钱就算了，油钱咱俩 AA 吧。成，没问题。走。哎，对，一会儿搬完你带我去附近超市买点东西呗。成。哎，你车没熄火，你看着车吧，我搬进去。行。这车怎么了？买了个便宜货，2100镑，多出来那100呢，让他们帮我把空调和刹车片修了修。你早说呀，那100镑我也给你省下来。车你都会修呀？真是生活拐角有惊喜啊！你记得我们上大学那会儿，秦川开了一2手奥拓，被我嘲笑一溜够。
没想到我自个儿也有买二手车的时候。放那桌上就行。哎，谢了。在一起了。太好了！怎么了？千玺啊？是乔乔，乔乔说他和川子在一起了。在一起了。他在这儿群发短信吧？在一起了，在一起了，不容易啊！终于好上了，都快墨迹出一整部电视剧了。你早知道。秦川对谢桥那劲儿，你看不出来啊？他从小就那样，我一直没往那方面想过。那是因为他从小就喜欢，也就是你老实，没发觉他那贼心思。挺好的。哎，还是我有远见。这当初秦川还在国外的时候，我就把他定义成你男朋友了。是，您眼光毒辣，不愧是京城第一娱记。我这现在成京城第一枪手了。什么意思呀？我这得罪个行业大佬，被封杀了。写稿子不能用自己名字，最近都在帮人当枪手了。签字30，直接恢复实习生水平。这么严重？所以我来找你啊，乔乔。你这最近有没有什么校对的活能分我点？我这房租可能都快交不起了，这搞不好真得卷铺盖回内蒙。校对是没问题，但是也没多少钱呀，还赶不上你2趟车马费呢。哎，你可以找千玺啊，他跟你是一个圈的，而且他现在也挺有名儿，说不定能帮你说上话呢。我给他发短信了，他怎么说？他没回呢。那是不是没看见呀？不行，你打电话，我帮你打。你别，千玺肯定忙，这我知道。他手机平常都放那助理呢。你想想，你都多久没见千玺了？还真是好久没见了。喂。哎，你放心，我这钥匙肯定发给你。哎，放心吧，我比你还急，我等着稿费吃饭呢啊。行，放心。我先撤了啊，校对的事千万别忘了啊。放心啊。哎，好。哎，这就来。刚下飞机就去排练啊？先吃点东西吧。我没事，一会儿就好了。哎，我手机都什么短信吗？小周给我打电话了吗？没有，就跟往常一样，信息问候了一下。徐林来了个短信，他说什么呀？问他被封杀的事儿，你能不能帮个忙？封杀？他怎么被封杀了？前一阵陈导电影上有徐林专访，结果他把人整个一剧组都放鸽子了。据说时尚娱乐直接把他活给停了，大家就开玩笑说他是最大牌娱记。这是什么时候的事？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上午你不是演出呢吗？再说了，他把大佬都得罪了，他们主编都不敢帮他扛事儿，咱们能怎么办呀？你帮我回他，我想想办法。又不是3头6臂，自己饭都没空吃，还帮这个找人，帮那个想办法的。你是没看见，今天徐林那样子，真挺沮丧。嗨，刚从大学出来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未来的路是条康庄大道，可哪成想啊，这20几岁之前的路，基本上全都是坑。他不摔你几下子猛的吧，不算完。你看我，你，还有我姐，包括小船、王莹和千玺，大家不都一样吗？这日子过的都不是按照当初自己想的来的。是啊，要是按原计划的话，我现在就是5A 写字楼的白领，你就是小老板。倩倩姐在上海，那会儿小船哥和千玺差不多该领证了，王莹还是那个大小姐。那照你这么说，我也不一定能跟你在一块儿。所以说，面对生活真是不能较劲，更不能埋怨，摸爬滚打就对了。你怎么带我来这儿了？当时我以为有好些话，这辈子都没法跟你说了。
所以当时我就想，可能只能等到7老80的时候，再带你来这儿。想得美！你要是一直憋着不说啊，谁跟你7老80还跑这儿来？但是对不起，现在只能跟着我。乔乔，这条路好不好走，我真不知道。未来我们家还会有什么状况，前面还有没有什么大坑，我心里也没谱。但是我向你保证，无论如何，甭管怎么着，我都会拼了命，努力往前走。为了你，也为了我们。这可是在干爹面前发誓了啊，你可不许反悔。拉钩。上吊。 100年不许变。